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啊，灿叔，我们大叔中文的这个节目形态又开始有一点改变了哦。对，这个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就是我们这样，现在是1、3、5都有节目，对不对？今天是星期一啊，星期一呢，我们还是维持这个人生主题的这么一个短视频，10几分钟啊。对，然后呢，星期三我们会换一个形式，星期三，哦星期三，星期三，你这有参加正音班的，要发音标准一点。我们课程还没有正式开始呢。对对对对，星期三的时候，我和茶叔会推出一个新的项目，而且是直播啊。因为之前好多朋友和我们说，你们怎么不直播了呢？我们最喜欢直播了啊！对，我们星期三的时候会推出一个直播的这么一个主题，而且是故事啊。我们会找出一个简短的故事啊，在1集内给它讲完，然后里面会有很多生词的讲解啊，一些内容的我们一些看法等等啊。欢迎大家在星期三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啊，北京时间啊，准时上线啊，和大叔们互动啊。星期五呢，就是我们的老节目，传统节目播客啊。没错，所以大叔的节目非常的丰富精彩。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大家的中文水平，所以大家我们就是让那些年老色衰的这一个人要不断的打扮自己啊，吸引大家来啊。对，那这个希望大家别忘了订阅支持。那最好的支持当然就是成为我们大叔的会员。对，那会员视频也很丰富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支持我们，我们才会更努力的制作这些精彩的视频。对，好，那今天既然是我们的人生课题的单元，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我觉得我很有感触，最近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打败生活的负能量啊！真的真的，这个我们人生常常遇到很多琐碎的小事情，对不对？对对。然后有些事情会鼓励你、激励你，那你就会有正能量。像大叔中文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带来欢笑、正能量。对对，但是你跟人相处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让人不愉快、痛苦、伤心、愤怒的事情，那会给你带来满满的负能量啊！真的真的。那灿叔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给你满满的负能量呢？是有一些，但是具体事情就不说了。其实我发现自己有一个态度的转变，就是以前我老婆老说我这个人不打开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她会和我倾诉很多她生活里的工作上的一些负能量的东西，挺多的。对，她感觉好像和我说完之后，确实状态能好一点。但是我好像就是我不习惯打开自己，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也可以消化呀，我也没有关系。作为一个男人，有时候这东西的话，按道理应该坚强一些。按道理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个逻辑进行自洽，觉得对，应该可以啊，没什么关系。但渐渐的我发现，其实这样对自己是挺伤身体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时候内耗、内伤、内耗。对，因为有时候很多东西你不是说自己把这个逻辑自洽了，在心里它就没有了，它就消失了，它就不存在了。很多时候反倒是逐渐累积，让你在某一个点或某一天莫名其妙突然觉得很烦躁。在那个状态下，甚至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烦躁，但是你静下心来会发现是那些事情让我烦躁，但是我又没有一个口子让我去宣泄一下，或者去说一说啊。我最近也在看一本小说，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讲一个侦探类型的故事，但它侦探类型的故事它有点文学性比较浓，文学性比较浓是我相对比较喜欢的这种类型故事。它里面有一个这个侦探，他是一个前警察，然后他因为当时失手把一个小女孩打死了，后来他就不当警察了，然后成天酗酒。他其实在当侦探这个过程中去参加一些戒酒会的这些大家互相倾诉啊什么的，后来也找到就是能真正理解自己的人。在那个瞬间我会觉得就是真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挺孤独的。对，这个书的名字我觉得挺有意思，它叫800万种死法，好像是这个名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可怕的书名。因为纽约市大概有800多万人，其实每个人都很孤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死法。
对，其实这本书讲的是孤独，我们为什么很对，孤独？生活在这么大一个对，城市，每天都有很多嗯，人死掉，可对能不对对，死，他也有活在一种孤独的状态里头，郁闷的状态里头。他可能有一种念头，对，对会有一种念对头。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们与他人产生了连接，我们对，慢慢的把心里有一些东西打开了。就里面有几个嗯角色都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比较闷，慢慢的认识另外一个角色，把心里有些东西掏出来了，慢慢哼，心里反倒就越来越轻松了。一开始的时候对，只能通过借酒浇愁，就是不断喝酒，慢慢通对，过认识了别人找到一个出口，就是慢哼，慢的感觉这个就放下了。慢慢的哼，生活就越来越轻松阳光一些。当然，对对对，感觉这不像一个侦探小说啊。其实我对啊，回到自己，嗯就是我最近慢慢也开始，和我老婆慢慢在说一些事情，就生活里一对些烦恼啊，有些东西我自啊，己有时候疏解不了的这些状态，嗯哼，我和她说之后，我发现，哎，她能提供一些她的角度，让我觉得，哎，好像是这个样子，有点豁然对，开朗。然后哼，在心里郁积的那个东西慢慢就消解掉一些。当然，我对是觉得对对，人不可能完全通过和别人说话就能完全消化的，但剩下的部嗯哼，分，我觉得自己也能 handle，可以，也能处理。对，对，没错，其实今天早嗯，上我和茶叔还说一些事情来的，具体就不说了。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通过沟通这个状态，分享我们的想法，发现有对，些事情可能确实大家都有一些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嗯哼，觉得好像是能产生一些共同的理解，其实觉得心里就轻松了不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对我而言是慢慢认识到一个挺好的这个抵御负面情绪的一个好的方法。嗯，对，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觉得我常常有负面情绪，我心里常常有负能量，是不对，是就不对？是的，我觉得我们先自理清楚，就是说，其实人有负能量跟不好的心情，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的，是的，因为人有工作、学习，还有人际关系，这么多复杂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你一定会感到很多很多的负能量，特别是现代人的压力很大。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首先面对负能量，第一个就是不要觉得自己不好，第二个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对了，怎么都是往不好的地方想。我觉得人本来都会这样。我举嗯一个例子好了，嗯，我上一次做直播，就是我觉得我做的直播做得很好，然后下面大概20几个留言都说，哇，李常老师你直播说的真棒，真好。就是有一个同学说，李常老师你发音很不标准。我哎，觉得你不值得做直播。20几个好的评论，就这么一个不好的评论，对，我就否定了我自己，我就开是的，始想说，我是不是不应该再做直播了，或嗯者我不应该每天做直播，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够格，可能我的发音没那么好，或我不是每天直播的状态都很好，我就嗯，开始有各种负能量，各种方式怀疑自己。对对对，然后我这个问题，我甚至就是让我很郁闷、很烦闷到跟我哥聊这啊，件事情，就是是，说我是不是可能就觉得直播做的是很简单，最近吗？没有上个月的事啊，情。上个月有，然后我，嗯然后我是不是不够格，或者是我是不是每天做直播导致我的品质不好，嗯质量不够好，让学嗯生这样质疑我。后来我哥就说，先问问你自己，有几个好的，有几个同学说你好？我说二嗯十几个啊。嗯我哥又说，那有几个同学说你不好啊？那就那一个啊。嗯，那我哥就说，那你为什么只在意那一个呢？我是是，后来想说，对耶，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子。嗯有20个人，有100个人赞美你，只要有一个人说你不好，你就会忽略好的部分，去重视那个不好的评论。是的，所以是的，我觉得很多负能量都是来自于自己。你太重视人家负面的评价，太重视人家不满意的这个言辞，所以嗯嗯反而你困扰了你自己。通常是你困扰了你自己，然后你无视那些赞美你的人跟存在。所以我觉得，抵御负能量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当然看批评你的是正面的批评你接受之外，你也要多多的去亲近认同你的人、认可对，你的人、欣是的，赏你的人。如果你认同那些不欣赏你的人，那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快乐，对，真的因为你是，每天都只看待你的缺点而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人就是要多多亲近愿意欣赏你的人，了解你的人，然后认为你做的努力是值得的人，
然后我另外觉得更好的抵御负能量的方法就是要感恩。嗯感恩是很好的方式。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这个做课件的时候，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很平常啊，就做课件，突然就停电了，哦，我做的课件完全没有了，都没了哦，都没了，要重做了。嗯然后我后来电又来了，我才发现，诶，电其实对我很重要，可是嗯，我从来都没有在意感电的恩过点，存在。我要感恩啊，感嗯恩这个台湾有这么好的发电厂，对我要感恩供电一直很稳定，对对，所以这个是偶发事件，我就会觉得原来电对我来说一直很重要。然后我知道我有很多学生哦，他们的国家是常常会停电的，嗯，他们已经习惯没有电的生活了。是的，但是我们常常有电的地方，就会开始觉得电很正常，水也是，所以我就会习以觉得说，为常了，就是对习以为常，就觉得这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情。对，所以那一天一停电，然后我的心血都没了，我没有负能量，我反而满满的感恩，因为我觉得还好，我住的地方电是很正常的供应。嗯所以我能够把课件赶出来，我要感谢很多人呢。我要感谢台湾那么稳定，我要感谢台湾有稳定的发电厂，我要感谢我有电脑，我要感谢很多人，我才能把一切做得很顺利。是所以我觉得的是的，我有时候晚上我就会问问自己说，我今天要感谢谁？所以我今天做一切都很顺利。我要感恩灿叔啊，有灿叔了，诶，我们聊天可以聊得那么顺利，然后有嗯很多很有意思的主题。嗯然后我觉得，这个的确会让你的负能量给驱逐掉，你嗯，不会有太大的负面的情绪了，因为你知道你的人生能够这么顺利的开展，都是很多人的帮助。对，对，所以我我觉觉得得是，抵御负能量很好的方式就是你要常常学习去感恩，不要不知足，我们要常常去感恩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工作，你才能够有现在这么稳定的生活方式。对，嗯，真的，我们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觉得这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就是对对我拥对，有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应当的。其实嗯，不是啊，这整个世界其实很多地方充满了动乱，充满了这对，个是吧？暴力、嗯仇杀嗯，等等各种方面，我们应该首先看自己拥有什么东西吧。我觉得这点对真的很重要。嗯对，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了啊、嗯有一个有一个人，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够成功，嗯然后也不晓得自己要追求什么，所以他嗯就到了远方去旅行。然后后来到了一个小村庄，才发现，诶，这个小村庄就是我要待的地方。他就在嗯，那边待了3年4年。哦，后来发现这个小村庄里最让他感动的就是，里面的家庭夫妻都很恩爱，小孩都嗯很孝顺。嗯他后来发现，他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他远在老家的那个黄脸婆，他的太太，还嗯有他那些孝顺的儿子。他嗯，追求了半天，才知道他追求的东西就在他家里。那真的，所以3年后，他回到了家，他更珍惜他的老婆跟孩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追寻了很久，其实你最珍惜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但嗯。是因为你习以为常了，你不晓得它很珍贵。然后你的生活就被很多负能量，还有别人的批评所淹没，然后同时也淹没了你的理智，还有你也淹没了，把你的眼睛给遮住了，你也不晓得你看到的最珍惜的人跟事物都在你的身边啊。真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嗯所以我觉得讲到负能量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要思考的是说，你最珍惜的东西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就远在天边，但是近在其实就眼前了。近在眼前？对，所以大家擦亮你的眼睛，好好的看一看。看看自己对，拥有什么吧，不要成天想自己不拥有什么。然后对，当你发现了原来你最珍惜的东西就在身边的时候，你也更清楚我是谁，对不对？然后一讲到我是谁，对。灿叔发生了什么事？你一讲到我是谁，我脑子里头好像一个卡扣，咔嗒一下就响了，你知道？咔对，嗒，因为啊，为什么我们要讲到我是谁呢？因为大叔们出了一本书叫做《我是谁》啊，有些朋友们可能也
也就购买过这本书，对不对？对同时有些朋友可能也去看了一下。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新提起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的销量挺好的，而且这本书确实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啊，茶叔这个作者写得好，同时我这个朗读者也是不错的。而且呢，我们大叔现在重新对这个我们书的版面进行了一个改版，就是更方便大家去学习。之前有同学和我反映说，就是说你们有时候这些词汇有时候还虽然有中英对照，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要查，很累，而且看一本书下来还是需要挺久的啊。所以呢，大叔们想一想，也对哈，所以我们就想了，重新把这个版面进行改写一下，就是改变一下，更方便大家去阅读，然后学习更轻松的方式去学习和阅读。茶叔，你说是怎么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这个因为大家有买过大叔小叔里的产品都知道我们有2个版本，除了音频啦跟视频之外，我们有2个阅读的版本。对，第一个叫做畅想阅读版，那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英文，也没有任何拼音的解释，对，大家就是用阅读的方式，就把它单纯的阅读看一遍，增加自己的阅读能力啊。那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学习版，叫做中英对照版，对，之前叫中英对照版了，对，现在改了，我们现在叫对照学习版。对，对照学习版。那这个版本当然保留了原本中英对照的特色，对，但是我们在每一篇文章下面，我们会添加2至3个重要词汇，对，还有它的拼音。那这个拼音就让大家能够去读它，这个难词可以去读它，而且也告诉大家英文是什么意思。对，所以大家在读每一页的文章之后，后面就会有这个一些重要词汇的解释，那就帮助你理解这篇文章在说什么。所以这个我们做了这个改版之后，是希望大家能够更轻松的读懂我们的故事。当你积累了这些词汇，然后当你看了中英对照，你了解了这个故事的内容之后，建议你再去读我们的这个畅想版，然后去享受阅读的乐趣，同时还可以听有声书啊，对然后甚至还可以看视频，我们有视频的朗读版的方式，对，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的话大家可以赶紧去买吧。对，那这本故事是用悬疑小说的方式写的，对，所以大家可能要看到后面才会知道真正的结局是什么，真相是什么？对，真相是什么？好，那今天我们聊到负能量，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负能量是怎么来的。那是不是你有时候是无视人家的赞美，然后太看重别人的批评了？然后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身边有很多值得你珍惜的事情，但是你视而不见或者习以为常？对，是哪一种人呢？当你把这些东西都看一遍理一遍之后，或许你的负能量就会转变成正能量了。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我们不是要给大家读一下对对还有最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朗读，然后也可以让大家看看最新的版面，就是有了这个难词的解释之后，大家会不会更方便阅读好，那么我们就到这啦，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我是谁？第一天迷失的我醒了，睁开眼睛，四周一片陌生。我坐在床边，房间泛着淡黄色的光，发霉味儿十分刺鼻。我是谁？我在哪儿？为什么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里是哪里？我的头好疼。我伸手摸了摸额头，有一道伤口，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过。我眨了眨迷茫的眼睛，看了看周围的环境。眼前的世界是陌生的，昏黄的光线从天花板上的灯泡照下来，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